俄罗斯卫星网15号称，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下午5时左右，在日本海域停留数日的美国海军驱逐舰查菲号闯入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火炮射击而禁航的水域内，被俄军舰驱逐。当时美舰正在接近俄罗斯领海，并挂起彩旗，准备起飞直升机试图跨越国界线。俄海军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舰发现后发出警告，要求美舰立即停止行动，并摆出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姿态，逼至距离查菲号不足60米的地方，使得后者被迫改变航道离去。俄罗斯卫星网发布的视频完整地记录了整个过程。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属于无畏级反潜驱逐舰，排水量超过7000吨，与美舰相比不落下风。这也是该舰采用强硬姿态驱逐美舰的底气之一。报道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舰将继续联合演习，中方参演舰艇分别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但兵力集结上不经集结准备，不经预先训练，直接赶赴演习区，途中汇合成编队，边练边训。那请教一下曹先生，这对提升海军实战水平有何帮助呢？它更有实战的意味啊，因为你在这个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很有可能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这个战区里边来集结到一起执行一个共同的任务，所以这样的话呢，是要在短期内相互的熟悉适应，并且把这个作战的预案都准备好。所以这样呢，不但体现了我们部队的这种就是快速的集结能力、快速的适应能力，以及在未来就是军事行动中快速反应。所以这样的这个就是参加军演呢，更有这种就是实际的意义，或者是说对我们部队的这种锻炼和提高更大。根据联合演习计划方案，此次海上联合2021演习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课题。那么，请教一下张先生，中俄在日本海的演习会不会具有某种针对性？美日等方会不会主动对号入座呢？实际上，我们中俄这个海上联演呢，已经进行了第10次了。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规模的机制性的海上的一种联合演习。那么，从这个演习它的最初的设计，包括它这些年来进行的这个情况来看，它都是一个例行的机制性的演习那么它也不针对任何一个第三方我们知道日本海呢，它是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最大的一个边缘海，虽然它叫日本海，但并不是日本的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海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近海区域。这次演习我们也是以维护战略通道安全为主要的目的来进行这个年度性的这个联合演习。那么它既符合中俄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这个地区安全稳定的需要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这样做。那么至于美日它对号入座，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可以这个不需要考虑那么多。